很多人是这样买电影票的：打开购票软件，输入电影的名字，点击离我最近，浏览场次时间，挑选座位，然后通常是2个。那包括我自己经常也这样。那只有那种特别珍惜的大片，比如说《信条》，那我会沐浴焚香，大老远的进到城里去看，因为我家离城里真的还是有一点距离。那不知道你会提前几天买这样的票？那这种片子我通常会留足1个星期的提前量，没有选好的话，我们看到的效果真的会比导演看的满血版打上很多的折扣。你可以感受一下，有的导演的电影他在剪辑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这样的，但是很多观众最终看到的效果是这样的。这就和你选择的影厅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那所以电影票到底应该怎么买？然后我们看3D 电影怎么样能不头晕？电影票里面这几栏有什么讲究？我们将在这期视频里面一起来探索。看电影是一种消费，那肯定要讲究性价比。那我们先来讲一讲如何零元购，让你能够免费的看一场电影，是有方法的，而且非常简单。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发现，像这样搜索露天电影，筛选调整为最新，就能够找到哪些优秀的社区或者售楼部那些大爷们都能够在看的这个露天电影，然后你只需要赶3天路就可以看上这场免费的这个电影。那当然我是不鼓励各位这个白嫖的，对吧？因为放映机是点光源的投影式，屏幕一旦被外面的光晃倒，就会对比度骤降，颜色灰灰的就会很难受。但是如果环境可控的话，露天电影的氛围感还是别具一格的。那比如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就在海滩放了户外电影，所以如果你也想去露个营，看看露天电影，最重要的就是找一个噪音低、光污染少的好地方。那如果有篝火、氛围灯这些的话，也尽量离屏幕远一点，减少光的溅射。那么问题来了，在户外我怎么给放映机供电呢？那这里我会推荐正好德尔户外移动电源，自带1度电，相当于可以支撑放映机工作8个小时。它有多达13个输出端口，额定功率1800瓦，深维驱动技术甚至能够顶到2400瓦，对户外拍摄来说可靠性会大大增加。那像我们之前拍摄闪电会用到高速机，开机就得直流供电，用德尔插10个Phantom也不是问题。虽然剩下9个我还不知道在哪里领。那它的充电速度也很快，哪怕你临时出行也不要紧，只要试电充80分钟就能够充满。如果是搭配正好的太阳能板充电，3到6小时就能够充满。户外还能够边充边用，让每次出行更加轻松。那当然看露天电影免费的反而是最贵的，我们还是回到电影院。如果你想要看高性价比的电影，在20到30块钱之间，那大部分的剧情片买这种票其实也就够了，对应着各影院的这个普通数字影厅。那选普通厅的话，它的原则挺简单的，就是越新越好。因为传统的数字电影放映机它用的是氙灯这种来发光投影的，那随着年份的增加，灯泡会很容易老化，而且导致亮度降低，就会影响你整体观看的效果。但如果你想看一些大制作，那对应的你买票的时候也可以增加一些预算，把特效厅给纳入考虑范围，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点。影响观影效果的因素其实有很多，那这个命题本来就很复杂，没有绝对值，但综合来看，我会说影片的对比度、亮度还有环音效果是其中的关键。那比如说我们在选影厅的时候，你可以考虑激光厅，那激光厅也就是升级放映设备来提升你的观看体验。传统的氙灯放映机是靠氙气灯发出强光，再用分色设备把它分为红、绿、蓝这3个颜色，经过一系列处理之后再投射出去，得到我们的画面。那激光放映机可以自己发出红、绿、蓝3色的激光，所以在色彩饱和、亮度还有对比度上都会更有优势一些。那激光作为一种光源，也常常会和其他配置打一个综合组合，变得更强，比如说4K 激光厅、激光 IMAX 等等，那效果都会更好一点。第二，你则可以考虑巨幕厅，那屏幕大，整体体验确实就是不一样的。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品类，下面有众多的品牌，那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可能就是 IMAX 了。那我们后面也会详细讲巨幕厅的特点，它比普通屏幕要大1.5倍到2倍，甚至更多。那甚至有单独的片源，那不过也要避坑那些简单只是投屏拉大的杂牌，非常影响体验，很鸡肋。那其中我们综合看下来 ，CGS 中国巨幕应该算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选择。它的片源像 IMAX 一样需要特殊的转制，而且亮度和声音系统都很成熟。也许大家会觉得我们这时候是在恰饭，但是我要开始讲它的问题。它的问题是各家影厅的标准是不统一的，感受是时好时差的，这就使得你必须要实地考察那个影厅到底是好还是坏。那虽然品控标准不一样，已经让你会有点糟心了，但是我觉得中国巨幕有个最让我感到蛋疼的东西，因为我在心里它从来不叫中国巨幕，它叫中国绿幕。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安全通道不做这个亮度屏蔽，所有的光全部会打在屏幕上面，整个幕布只要画面一暗就会是绿色的，我的脸上都会泛起幽幽绿光。这也不是一个设计上没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就是总而言之，买电影票之前要最好了解一下电影的本身，然后再根据需求来选择。那如果你记不住的话，可以3连收藏或者分享给你自己，未来一定是能够用上的。
但是说真的，有的时候你并不是买票就是万事大吉了。那之前我们公司团建去看《信条》，我们包了整一个场，然后发生了一个巨离谱的事情，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影院虽然很贵，但是它影厅的投影居然一直都是没有对上焦点的，怎么看怎么糊。然后这个事情让我觉得非常恐怖，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厅已经存在了多久了，有多少人居然就这样看完了无数的电影。所以我建议，如果你发现这个电影的放映不正常，千万不要忍着。很多影院其实都有专门的放映事故的赔付方案。那作为消费者，我们有权利去保障自己完整的观影体验。所以当时我直接就跳起来去找他们的经理，然后他们经理也还挺好的，就答应我们重放。所以我们重新看了一遍《信条》。那如果你初次选择一个电影院，你可以点击详情页去浏览一下它的福利政策。那像是退改签、3D 眼镜，还有停车费，这都跟我们息息相关，你可以综合去比较一下，还是挺有用的。而座位对观影效果的影响可能会比影厅要更大一些。那对于大多数影厅来说，平视荧幕中部排数的中轴线附近的座位，它观影体验是最好的。那我们以 IMAX 厅为例，大多数排数不会超过15排，这意味着离屏幕的距离也不会很远，因此最佳排数通常在后1/3排的位置，也就是8排的前后。顺便提醒各位一句，这次我发现影厅的监控它几乎是没有死角的，所以不要干跟电影无关的事情，保持专注。那至于选几座，则跟 IMAX 的金属模式有关系的。那竖直中轴线上左右的3个位置，对应着屏幕的黄金亮度区。那同时这里也是最佳音效的位置。那这一块就是黄金选座区。我之前一直不知道两边这么多的座位造出来是要干嘛的，很少能坐到边上去。电影院估计也没有想好。但是这次我们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很明显是想明白了。现在中间的票卖的比边上要贵了，它涨价了，合理。那了解了整体的购票思路之后，我们可以再来介绍一下更特殊的影厅。那讲具体影厅之前，我们应该先搞清楚这个电影是否有发行特殊的版本。你可以在这个账号查找相关的信息，来辅助判断是否需要选择相应的特殊影厅。如果你想要看3D 电影，那 RealD 和 Lux 是你的首选，他们其实是一家的，相当于有 RealD 这个技术公司，然后出了一个高端产品线，就是 Lux 厅。那你还记得看沙丘的时候，大家骂的最凶的是什么？一个是特别黑，第二是晕3D。而 Lux 厅的3D 标准亮度是12伏特朗博左右，这是人眼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啊，这也是一个计量单位。RealD 公司认证过的厅至少也维持在6伏特朗博之上，而且会不定期抽查，标准还是挺严格的。但很多普通的3D 厅，影院为了减少对这个放映设备的寿命的损害，或者设备本身就老化严重，电影放出来可能连4.5伏特朗博都不到，那这个区别你就可想而知了，很容易晕。那 RealD 技术下的第二大优势就是观众他现在可以随便歪头了，也不会产生重影，坐久了也不会僵硬的这个脖子痛。那实际上你会晕3D，可能真的就不完全是你的问题，而是它是2D 转制过来的问题。因为3D 电影有单独的拍摄制作流程，跟2D 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我们不展开来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扣个1，以后我们可以单独来讲一讲怎么拍一个真正意义上的3D 电影。那因为它是一个立体的画面，它信息量更大，剪辑的节奏也要适当的放缓，同时还要注意纵深的连续性，否则你观众一会儿看远一会儿看近，就很容易头晕。所以无论是节奏还是纵深，这都是2D 电影本来不需要考虑的。那像沙丘3D 版这样是直接拿2D 来草率转制的伪3D，就怎么可能不被喷飞呢？ Blew my mind。所以我建议你买票之前先了解一下它的制作手段，哪怕是转制，我也只能接受泰坦尼克号这样那样花费真金白银逐帧优化出来的影片，否则就真的不如直接看2D 得了，对吧？市场也是需要被教育的。事实上，我觉得3D 电影，你觉得对你吸引力大吗？我觉得对我来说一般。那如果你想要最优秀的观影体验，我会推荐激光 IMAX 还有杜比影厅，它都位列于第一梯队，当然票价也是非常的高昂，难分伯仲。有没有2个都看过的朋友，觉得哪个效果会更好一点？可以打在弹幕上面。那 IMAX 顾名思义，它就是大，除了屏幕更大，它分辨率、亮度、色彩更强之外，它可以比普通荧幕多出26%的画面内容，上下几乎是没有黑边的。但这里你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转制而成的 IMAX 电影就是正常画幅的，只有用专门的 IMAX 电影机拍出来这个满血版，才能够看到满血版。那 IMAX 电影机是有名的难伺候，光是租金1周就要10来万，更不用说拍摄中为了填满大画幅需要多投进去的美术、灯光还有群演那些东西了。就哪怕是诺兰导演还能烧钱了，对吧？星际穿越也只用了70分钟的 IMAX 胶片，你就可以感受一下。那除了拍摄很贵，它这块 IMAX 金属屏也特别的贵。之前我就看到过新闻，有小孩看完电影之后对着 IMAX 屏幕拳打脚踢。我想说，下次你看到这样的熊孩子冲上去的话，如果你有善心，也许你可以拉他一把，拯救一个家庭，或者不拉也行，看你。那关于杜比影厅，我有个额外的提醒，就是30块钱你是买不到杜比影院的票的。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同时使用了这个杜比世界，加上杜比全景声，加上定制的影院设计，这才叫杜比影厅，是长这个样子的。它有专门的一个 logo， 而且造价特别高，甚至可能赶上一整个普通的影院
就包含所有的影厅。全国1万多家电影院，现在也才不过70个杜比影院。那种30块钱所谓杜比的票，大概率只有杜比全景声而已，实际体验就不会这么好。那当然，如果你非常重视声音体验的话，杜比全景声和 DTS 临近影音都是不错的选择。那还有一些影厅标注 THX 认证，这也是国际上比较认可的高规格声音标准，也算是可以信赖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影厅会放一些特殊的东西，比如说这个 4DX 啊，就是边看边给你抖；这个 ScreenX 啪一下给你拼3个屏幕拼到一起；还有卧薪尝胆3年，终于突破技术难点，轻松驾驭 4K 120帧的 Cinity 厅，这些其实都有。那电影院开门做生意这么多年来，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花样，还有方案来抢夺观众的注意力。但是客观来说，这一类的内容往往很少有真正为它原生设计的影片。就好比 Cinity 厅，可能也就是李安导演烧钱拍一个高规格的电影，去值得花这个票价。但是120帧这种方案，很多片子都不会采取，因为从成本管理上来说，真的是太冒险了。所以说看电影是我们忙碌生活里的一种消遣，无论是提前1周精心选择，只是为了最好的效果，还是你下了班一个人突发奇想，只想剩下边边角角的这些票去买一张去看，这都很酷。了解买票的门门道道，我希望的是下次能给你多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不是把它当成教条来自我约束。毕竟看电影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嘛。那我们最近做了很多影视行业的软科普视频，我们在想要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系列内容。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给我们提建议，这个栏目到底应该叫什么比较好？我们想不出来这个名字，所以欢迎告诉我们，在评论区和弹幕都可以。最后感谢郑浩对我们这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如果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点赞、务必3连转发，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